我为什么会生气？这个问题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。而且我有一个小习惯，就是我喜欢把我平时的一些随心所想把它记到我的手机的便签里面。所以呢，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便签，应该是半年前的了，我读给大家听一下。我情绪失控的时刻，比如说我们拍视频的时候，可能一开始我们有了非常好的 idea， 我们非常兴奋，但是我的情绪好像突然受到了一个人的控制，导致我排斥、责怪、抱怨我的搭档。而我明明意识到这个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没有因此做出任何的改变，而是僵化在那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最后可能是草草收场。我发现其实明明这些都不是 Skull 的错，但我就是不愿意承认，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或者挑战，从而把我的坏情绪发到他的身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情绪从哪里来，我应该怎么去克服它，这是我的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拉。在我以前的视频里呢，有不经意的提到过说看书，还有看心理学相关的书，帮助我克服一些不好的情绪，让我不再那么易生气。然后就有一些小伙伴也好奇我看的什么书，第一本就是《恰如其分的自尊》，是一个法国作家。我书中也提到了自尊水平高和低。低自尊、高自尊，比如说所谓自尊心强的人，就是你一旦伤害了我的自尊，我就要炸掉，我要保护我的自尊。但实际上很可能这个就是低自尊的体现。Skull 有时候他可能打断我的说话，或者是让我重新再弄一遍。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有那个无名的怒火，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，所以你让我再弄一遍，就好像我的那个无形的那个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就是我的低自尊的表现。自尊呢是由3个支柱来支撑起来的：自爱、自信和自我观。其中他们对自信的解读让我非常受益匪浅。自信就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在重要场合采取恰当的行动。真正自信的人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不自信的人不能够听别人说自己不对，哪怕别人给他提一个小建议，他听到的可能就是批评，然后就会立刻反弹起来，为自己进行不断的辩驳。我觉得这个解读简直是不要太精彩了。然后就是自爱和自我观，这些呢，它好像又牵扯到了我们的童年，包括我们小时候的家庭环境，我们的原生家庭等等。比如说，对自我的认识不稳定，一会儿自卑，一会儿又很自大，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，无人能比。第2本书，我的情绪为何总被他人左右？光看这个书名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兴奋了，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书吗？我想理解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我的情绪会被别人控制？书中提到了3个思维模式：恐怖化的思维模式、应该化的思维模式，还有合理化的思维模式。其中第2个思维模式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读这本书之前呢，我也会对我身边的人，比如说我的伴侣说你应该怎么样，就是有点像在控制别人一样。我希望他这么做，好像在我身边里，我们的家人之间也会这样子。比如说父母对孩子，你应该做这个工作，因为他怎么样，你应该上这个大学。但是他这样是在给我们周围的人在施加压力。我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我就很少向 Skull 说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而是会用别的方式去问他，你想这样吗？你可以这样吗？因为这个就在给别人发号施令，如果别人不做，可能就会违背了你的心意，那就会有很多不好的情绪和烦恼出来，甚至你可能会生气。总之呢，这本书就是在深刻的分析为什么我的情绪被别人左右，被一些事物左右，值得深入一看。第3本书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，它是结合就是科学的角度分析我们的基因，然后进而来分析为什么人会生气，会有路怒症这样的一个特点。先看一下这个推荐语：了解基因自带的 bug，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我们大脑有非常多特性，其中一个就是欺骗我们。比如生活中我们也听到过一些路怒症的例子，在这个书里边就是说，原因是因为在原始部落里面，别人抢你一块肉，你可能就会饿死，甚至别人会抢你的老婆孩子，那你就没有家了，甚至你可能就会被杀死了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得不去反击，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这个在原始社会可能会有管用，但是在这个社会呢不管用了，因为我们都是陌生人，我们擦肩而过之后，明天谁也不认识谁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大的一个反应。因为并不是说我不跟你吵这一架我就不会没命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基因还在潜移默化中在支配着我们的一些行动。这个让我想到了我本身的一个例子，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去逛街，然后但凡是我们去的那个店的店员态度有点不好，我的那个情绪呢就
就会被它影响到，波动非常非常大，我就会马上不开心不高兴，然后离开店之后呢，还在跟同学抱怨他怎么那样子，然后直至那一天的逛街，心情都非常不好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，我一定要还击回去，让你知道我不是好惹的，你应该对我礼貌一点。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个必要，我离开了你这个店，我明天就不认识你了，所以何必呢？最后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你的大脑里根本就没有一个首席执行官，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是一个我，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控制着我们。第4本书叫做《跳出头脑，融入生活》。这本书我当时读的时候，我感觉和《洞见》那本书非常非常的像，以至于我都开始有点分不清楚哪一本是哪一本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在你的脑子上做研究。但是其中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，读给大家听一听。有一个秘密你需要知道，就是其他人和你一样痛苦，我们都有痛苦。所有的人类只要不是过早的夭折，都会感觉到或者即将感觉到失去挚爱的那种痛苦，痛彻心扉的感觉。每个人也都有或者即将会感受到身体上的痛苦，人人都会感受到悲伤、失望、焦虑、害怕和迷茫。我们都曾有过尴尬、屈辱或者羞耻的感觉，人人都有难以言说的伤痛秘密。这是一个非常共情的一段话。这些书呢，我都是在樊登读书上看的。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比较懒，就是看纸质书，尤其是看这种心理学的纸质书，可能也看不懂，所以就听樊登老师的解读。然后我引用一段樊登老师的话，他说：人和动物的不同，如果有一只小狗有东西吃，又很凉快，它就很开心，它不会因为昨天有人踢了它一脚就会生气1个月，它只要遇不到你就会很高兴。但是人不行，人即便是在外部条件很好的情况下，依然产生大量的痛苦、烦恼、伤心和焦虑。最后一本书也是我觉得最简单、最能看懂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是日本作家写的。选择了不自由生活方式的大人，看着自由活在当下的年轻人，就会批判其享乐主义。当然，这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接受不自由生活而捏造出的一种人生谎言。真正选择了自由的大人就不会说这样的话，相反，他们还要鼓励年轻人要勇于争取自由。不是因为无法容忍一个人的缺点才讨厌他，而是你要先有要讨厌他的这个目的，然后才找出了符合这个目的的缺点。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联想到了我和 Scott， 有时候真的不是我真的需要生他的气，而是我想生气，所以找出我要生气的这些理由，把这些理由都搬上来了。然后后面这句话就来了，这段话非常经典。在恋爱或者夫妻关系中，过了某个时期后，有时候对方的任何言行都会让你生气，吃饭的方式让你不满意，在房间里的散漫姿态令你生厌，甚至就连对方睡眠时的呼吸声都让你生气，尽管几个月前还不是这样。这个描述的是不是非常的贴切？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你发现对方是很无辜的，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自己。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写作方式和别的心理书都不一样，它是利用对话的形式，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孔子著作一样，孔子和徒弟的对话，反复的去辩论辩驳，把你所有想问的问题也都在这个书里面问出来了。然后感觉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停不下来，就觉得我必须把它读完才行。这里面的几本书呢，有很多我都看了不止2遍。其中《洞见》那本书，因为它太复杂了，所以我看了4遍。所以我想说，看这种书的话呢，你不要奢求一次就把它全部吃透，你在不同的阶段去看，可能会收获不一样。然后第二的话呢，就是不要贪吃，想把里面的每个点都弄清楚。对我来说的话，我可能这本书只学到1个点，我就已经很满足、很满意了。我觉得它至少可以解决我的一个疑问，解决我的一个问题。看这些书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书，它们里面的某些东西呢都是相通的、彼此相连的，并不是每个理论都是非常独立的。当你看的这些书越多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可以把它们在你的身体里面能够融会贯通。最后，我觉得看这些心理学的书呢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可以产生，或者说可以塑造另外一个我，另外一个 Ella 在旁边会监督着我，会看着我，我会以那个 Ella 的眼光去看我在做什么，我在想什么。我觉得心理学的话，它就是那个编程。如果你这个网站这个地方错了，那么就去找这个编码，哪个代码错了，把代码替换掉，非常有针对、非常高效的一种自我疗愈或者是认知自我的方式。我们下次见。